放手吧。我会放手，但不是现在。这退下去不就完了吗？哎，干什么？哎，干什么？我呢？看我干啥？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叫孙学全，我不是学成来的，我就出生在孙路，你是搞错了。是我再问你一次，你叫什么？孙学全，我真没去过学成，我叫孙，你叫石壁。别动！林局，留步。万分感谢你，等您到了雪城，我一定好好招待您。行，那我就不留你了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坐好了。政委，我犯的是死罪，谢谢你这么多年照顾我。咱俩缘分尽了。为什么把孩子养大了？这辈子咱俩别再来找我了。坐好了。乐吧，乐不了几天了。警察同志，我不许说话。我就是想问一下，我孩子在哪儿？让他姥爷接走了。这么多年，你都惦记着我，够难为你的了。你这些年过得好吗？
也就那样吧，一般。你呢？每天都会想起你，也会梦到你。我也差不多，经常做梦，只不过我的梦里不能有你。不重要，我们的梦都醒了。后悔了吧？还有回头路吗？不对，血肠到了。变化很大吗？差不多吧。其实人都一样，早晚都有这么一天。但过程完全不一样。0213，你睡这儿。
喂。人，我们抓着了。喂，你等一会儿，你等一会儿。我把免提打开了，我闺女，还有我老伴儿，都在我旁边。你大点声，再说一遍。杀害刘新元的犯罪团伙已经全部落网。闺女，心远，心远听见了吗？你听见了吗？心远，你听见了吗？照片都看了，知道自己犯什么罪吗？你涉嫌绑架、故意伤害、故意杀人。宋宏远，抵赖没有用。碧水家园案、严辉城案、栾城绑架案，这几个案件中都有你的作案痕迹。2002年11月1日，你和邓令刚带刘新元、黄英离开了绿岛大酒店，此后2个人便没了踪迹。在你居住的碧水家园402的下水道里，发现了刘新元的 DNA。这个手镯记得吗？你们不用拿照片灵巧碎打的吓唬我，法律重的是证据。那人啊，都是我杀的，他们就是进屋帮我处理一下尸体。你们手里边这么多条人命，摊上一个，结果都是一样。那你这仗义有意义吗？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问。碧水家园，我藏在柜子缝里那驾照，是因为拿的那驾照才找着我的吗？这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线索。你为什么要把驾照再放回去？驾照考的挺不容易的，舍不得扔，万一以后能做个正常人了，不是还能接着送货、送啤酒吗？你是个乐观的人。还记得我们俩吗？9年前那个冬天，差点被你撞死的2个警察。
就凭袭警这一项，我们就够定你的罪。我帮你回忆一下吧。这么些年，你们作案的足迹遍布全国9个省，专门绑架从事特殊职业的女性。你们通常会绑架2名女性，漂亮的，客人多的，这样的目的是效率高、来钱快。你们威逼他们跟他们的朋友们要钱的时候，用的也都是假地址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哎，想起来点什么呢？你的意思好像是，全中国的案子都是我一个人干的。那就说说碧水家园的案子吧。怎么做的案？怎么分的工？怎么分的赃？邓立刚说他们没杀过那个人，钱拿到了，他们就给放了。怎么可能？他们什么时候留过活口？别着急，有哪个嫌疑人上来就什么都招啊？这4个人里边，石壁是先松口的，我们应该以他为突破口，攻他。48个小时内一定要撬开他们的嘴。你是这儿头吗？能帮我个忙吗？你说。我在随路有个媳妇儿叫冯生怀，我进来的时候呢，身上有点值钱的东西，能帮我给她吗？帮不了。冯生怀人挺好的，你帮我个忙，帮我带句话。首先啊，你身上的东西全都是证物，这不是谁想拿出去就能拿出去。但是我们可以跟你保证，等你宣判完，这些物品没有问题了，我们可以帮你转交给他。说说，你是怎么跟邓立刚搭上伙的？我媳妇儿是我杀的第一个人。杀完我媳妇儿，当时我也不想活了，但是这样弄死自己，真下不去手啊。杀了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于是我就把那会儿我唯一的朋友邓立刚喊来了。感情不值几个钱，这个还值几个？下回杀人利索一点，最好用绳子把他勒死。你看你这弄的，人都没了，哪来的下次？哎，
第一次都这样。习惯了就好了。啊，送啤酒的大学生，来口白的，压压惊。可能就跟他绑定在一起了。其实我挺怕他的。歇会儿吧。来。我第一次干，也跟你差不多。杀人的时候有罪恶感吗？有啊。杀第一个人的时候也挺害怕的呀，晚上也做噩梦。后来杀多了就没啥感觉了。杀了多少个人？18个，哦，也可能19个，想不起来了。后悔吗？这都是命。对不住我，能原谅吗？我对你的感情只有一个字：恨。你满足我的要求，我满足你的。我都告诉你，正月里来是新年啊，大年初一头一天啊，手给老拜年啊。你坐这儿干嘛？别害怕。哎，你知道人身体哪个位置血流的最快吗？就这儿。我不欺负人，我就每天晚上坐你旁边，看看月亮就行。能跟我儿子看到同一个月。
你提审几次了？啥时候判啊？从来没听你说过呀。那你办啥事儿啊？你有孩子吗？有。我儿子从出生到现在没离开过我一天。我都不知道这些天他是怎么过。管教让我们都看着你，怕你想不开。我不会自杀的，我马上就会出去的。出去以后还得陪着我儿子上学、放学，得接他呀。回家以后还得给他再加个餐。过2年得给他报个绘画班，还得学个乐器啥的。我得好好陪着他一起长大。才来啊？让你久等了。等你半天了。你们是不是从我弟弟那儿回雪城看病，从那儿开始重新找到希望了？对呀。该我问你了，你给你妈改户口，所有的东西都改了，但名字没改，这应该不是疏忽吧？你说我要是把他这个名字改了，他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，要是走丢了怎么办？你这么孝顺，对你妈这么好，你想过那些被绑架的女孩吗？你说这些女人，她也没生过我呀。你觉得这样很帅，是吗？怎么跟你说呢？我小时候啊，我爸是个锅炉工，每一天都喝一些假酒，说一些酒话，喝醉了呢，就开始打我妈，打我，打我弟，所以我偷偷的跑到了净凉山学习武术，没想到他命好啊，提前得了肝癌，死了。哎呀，我报复不了他，只能报复社会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审过很多犯人，几乎每个人在关键时刻都会提到自己的原生问题，不是爹不好，就是妈不好，老婆、老公、孩子都有问题，反正问题总是别人的。推卸责任，博取同情，你不用这样。你不是喜欢卖帅吗？爷们儿一点。天下有这么多爱喝酒的爹回家打人，可他们的孩子很多都在困境中成了才。这问题你想过吗？很多事儿啊，可以通过学习，通过知识，通过勤奋努力去改变，包括我们的命运。你选这条路，是因为你觉得这条路是捷径。从根本上，这证明了你的懒惰
和愚蠢。听得明白吗？听懂了。有人命。行了，咱俩呀，别斗嘴皮子了。1993年，出租车那次，你是第一回杀人吧？你看，我说修路吧，哎，你不相信我，以为我跟你绕道，你这怎么的，你都得是个7、8公里啊！啊，你高低你得给我加一个10块8块的。你先上来就跟我说你表不好使了，然后又给我绕道，你现在又给我加钱，你啥意思啊？你这不黑车吗？我表不好使，我不都跟你说了，我表不好使，你也同意了。我告诉你啊，10块钱我有，但是我今天我就必须不给你，能把我咋的？你下去，你咋的？你还要拒载呀？我跟你讲，今天你必须给我送到地方，要不投诉你。你要干啥呀？你给我下来！我不下去。下来！我不下去，能把我咋的？我就不信了，你个臭流氓！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。我还没见过你这样的呢！你不要脸臭流氓！你拒载！我告诉你，你车牌号记着呢。闭上！你个流氓！你臭流氓！你跑了！我告诉你，你开车你也跑不了。完了，我叫你妈！我叫你妈！我叫你骂我，你嘴不干净。你没事吧？你起来走走，来，你起来。来，你起来走走，来，你起来，你起来走，我松手来，来，我并且，哎，行了，你自己来，你走一下，你试一下，啊，你试一下，大姐，哎，大姐，哎。可是怎么办呢？又不敢报警。如果把尸体扔在河里，河动了；埋在地上，地也动了，所以就把它剁吧剁吧，开着车，一路开，一路扔，一直到天亮。这就是我的1993年。那你们几个是怎么凑到一块儿的？让我再聊聊犯罪过程。都是缘分。我们都是有手艺的人。我是钳工，吉大顺是电气工，石壁是锻造工。我每天穿的人模狗样，戴着金戒指，挂上金项链，夹上包，现在想一想，也挺傻的，但是没办法，就是有人信呢。然后我们就找人要钱，杀人、分尸，就是这点程序，很缜密。93年，如果你要抓到我，应该也是死刑，但是你们没有。现在抓着我，多活了18年，赚。人总是这样，总想再来一次。如果再有昨天的话，我想我会更好的漂白一次。你们连影子有
可能都抓不到。我不怕死，躺在坟墓里，挺好的，也不用害怕变老，也不用害怕没有钱，你也不用害怕每一天那些烂糟的生，你更不用害怕去数。害怕这2个字到底有多少话？恐怕你要在那个地方数数害怕有多少花。另外，你觉得你会有坟墓吗？2、3、2、19，记住这个情况。它是我的荣誉。我们法庭见。